大家好，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有点特别啊，主要呢是狗哥呢想道个歉啊，跟我家的狗狗一起呢这个道个歉。先说清楚一点啊，狗哥的这个道歉呢不代表任何人啊，不代表中国人，也不代表亚洲和韩国的朋友啊，就是狗哥和狗狗我们两个的这个道歉。所以呢，先提醒一下这个各位的网友啊，不要对号入座啊，也千万不要被代表。那声明完了啊，讲一下为什么要道歉啊，就是看到这个昨天的一个新闻啊，中国外交部呢，它是在昨天2月3号啊，是举行了这个第一次网上的例行记者会，就是这个中国的肺炎疫情啊，它太严重，所以呢，中国外交部它这个例行的记者会啊，就通过网络来举行了啊。它具体是怎么开的，怎么操作的，狗哥呢是不太清楚啊，但是这个记者会的内容是成了这两天中国舆论的一个热点啊，主要就是开这个记者会的华春莹啊，华大妈她说的一句话啊，她说呢，从今年的1月3号开始，中国政府呢一共是有30次的向美国方面通报疫情的信息和防控的措施。那对于他的这个表态啊，中国的网友呢一下子就炸锅了啊！我操，你们从1月3号开始就向美国去通报这个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那为啥我们屁民啊一直到1月20号才突然知道情况这么严重啊？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啊，都是这方面的信息啊。中国的网友呢好像一下子觉醒了。但是呢，这个不是今天狗哥想聊的重点啊。狗哥呢是觉得在这块儿啊，这个中国的网友呢可能是有点冤枉这个华大妈了啊。他说从这个1月3号开始，中国政府呢就这个几乎每天向这个美国啊通报疫情信息啊，但是通报的内容啊，狗哥估计呢也是跟这个中国人一样的啊，也是不说实话啊，估计说的也是这个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传人的证据啊，不排除有限的人传人啊，像类似这样的啊这些屁话啊，所以呢，中国网友啊这两天喷华大妈可能是喷错了，但是呢，这个啊不是狗哥今天要聊的重点啊，狗哥今天要聊的是华大妈的另外一个表态啊，就是这个，他是非常理直气壮的表示啊，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啊，但是呢，却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啊，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的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的限制措施啊，不断的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那看到他说这个话呀，狗哥是感到啊，真的是有点脸红。这个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啊，他说这个话呀，好像是有点这个怪罪美国政府的意思啊，有点这个义愤填膺。但是人家美国政府好像不欠你什么吧？啊，好像没有义务给你提供帮助，对吧？啊，中国的这场瘟疫，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是从武汉开始，然后传播了全中国，又扩散了全世界。那狗哥怎么想，都是中国人搞出了这么个大麻烦啊，然后给全世界都造成了麻烦。那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你怎么开始批评美国没有给中国提供这个实质性的帮助啊？这个思路呢，真的是很清奇。而且呢，批评美国还批评的这个理直气壮啊，所以呢，华大妈的这个思路啊，真的是太清奇。然后呢，这个狗哥呢又往上翻啊，想看一下这个华大妈呢，在这个记者会的一开头啊，有没有说两句这个表示歉意的话啊？因为在这个狗哥看来，这个应该是人之常情啊，因为很明显的，中国的这场瘟疫啊，正在给全世界都造成这个大麻烦啊。全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地方的人，是不是都是被这个中国人感染的，对不对啊？怎么着你也应该说两句这个比较客气的啊，表示歉意的话，哪怕是这个场面上的话、客套话，对不对啊？但是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华大妈刚开始她是怎么说的啊？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呢一直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措施。那看到这儿啊，狗哥就看不下去了，这他妈还要不要那个什么脸？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措施。然后你现在就搞的这个现在的这个鸡飞狗跳啊，一地鸡毛啊，上千万人口的这个城市全面封锁，
这个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也是这个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吧。但是呢，你封城以后，武汉还有那么多的病人在家是自生自灭啊，在家等死，然后全中国的其他地方啊，几亿人憋在家里不敢出门啊，这个就是你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的后果。那如果你们的防控举措稍微不那么全面、不那么严格，那是不是这个几亿、十几亿的中国人早就这个原地爆炸就要灭族了啊？是不是啊？真的是不要那个什么脸啊！而且呢，狗哥呢从这个记者会的最开头啊，一直看到最后，都没有发现有哪怕一句表示歉意的话。你不对这个被感染的美国人道歉也行啊，也可以理解啊。毕竟这个共产党啊，从刚成立的那一天就开始骂美国，一直骂到现在啊，明年就满这100年了啊，骂了这么多年，你要让他一下子要转个弯儿啊，对美国人表示个歉意，可能太难太难。但是你对其他国家那些被感染的人有没有一句表示道歉的话啊？也是完全没有啊。反正这种为人处事的态度啊，狗哥是完全不能理解。是作为这个共产党员来说，道歉这个举动太难了，还是作为这个中国人来说，普遍是不是都觉得道个歉啊，说句这个道歉的话很不好意思？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呢都可以留言来说一下。然后呢，狗哥呢还看到一个信息啊，就是美国的一家这个医药公司叫吉利德科学，是向这个中国卫生部门提供了一种新药，可能会对这个武汉肺炎的患者有效果。然后呢，从昨天开始呢，这个叫瑞德西韦的新药啊，就在北京的医院开始这个临床试验啊，据说这个效果还不错。然后呢，还有一个消息啊，应对中国的这场大灾难，截止到1月29号，一共呢是有这个106家外资的企业是捐赠了7亿多人民币的这个物资啊，其中捐的最多的是美国的公司，然后呢是香港的公司，再然后就是今天这个华大妈理直气壮地说，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当然可能会有这个中国的网友说啊，要把这个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美国企业分开啊。华大妈呢批评的是美国政府，又不是美国的所有。那对于这种意见啊，狗哥就呵呵了啊，也不打算辩解什么了啊。反正今天的这个影片的主题啊是道歉啊，在这儿呢，狗哥和狗狗呢愿意先向美国人呢表示一个歉意啊，真的是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啊，并且呢，非常非常的感谢美国人为中国所做的一切。狗哥呢再强调一下，这个道歉只是狗哥和狗狗的啊，不代表任何中国人，也不代表亚洲和韩国的朋友。那今天的第二个啊，要重点道歉的对象是日本人。这次的武汉肺炎疫情，日本是中国之外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到今天为止呢，狗哥看了一下啊，日本国内呢已经是确诊了20例武汉肺炎的患者啊，其中呢也包括不少日本人。狗哥呢有2位日本朋友，这次的疫情呢开始后不久，他们呢就给狗哥发信息，希望狗哥在中国国内的家人朋友们都一切安好啊。当时呢，狗哥就说这个真的对不起啊，中国人呢又给全世界添麻烦了啊，也包括你们日本。然后呢，他们就说你完全没必要道歉啊，所有的人都是这个病毒的受害者。然后呢，狗哥就在心里骂了1万遍中国政府的那些官员啊，其实这完全是人祸好不好？不完全是病毒的错啊，但是呢，日本人不懂。那这次整个日本对这个中国疫情的态度啊，很多的中国网友呢都已经是感受到了啊。已经在日本的中国的游客，如果被确诊患上了这个武汉的肺炎，那基本上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治疗啊。这个呢是疫情爆发以后日本政府呢宣布的政策啊。那有一些中国游客可能呢也回中国有困难，然后日本政府呢就延长了他们在日本的停留的日期。特别呢是延长了一些湖北人武汉人在日本的这个签证，结果呢就引来这个很多的中国人去钻空子。日本呢给中国还发了很多的这个援助的物资，其中的一批物资上面写着中文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话呢就让这个很多的这个中国网友感动狗哥必须要说，这个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基本上是没什么好感的去年年底这个民意调查还显示将近75%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什么好感。但是现在中国有了大灾难，大灾当前，那日本人对中国人是什么态度？大家呢都看到了反正呢，狗哥是感到这个有点脸红这么多年来，那狗哥的祖国对日本是什么态度？
电视得天天放这个抗日神剧，宁叫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打到日本去，活捉苍井空，是不是都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狗哥和狗狗今天呢要对日本人道个歉啊，表达一个歉意啊。这个道歉呢，只是狗哥和狗狗的啊，不代表任何中国人，也不代表这个亚洲和韩国的朋友。第三个要重点道歉的对象是以色列人。在这个1月30号啊，以色列政府它是宣布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航班在以色列降落啊。另外呢，如果呢有从中国访问以色列的旅客，那必须在家中自主隔离14天啊。这个呢是以色列应对中国肺炎疫情的政策。但是啊，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啊叫戴玉明啊，他就说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在欧洲啊遭到迫害。当时呢，很多国家都拒绝，收留犹太人，但是呢，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啊，愿意接纳犹太人的国家，所以呢，他就拿中国当年对犹太人的这个例子啊，跟现在以色列应对中国疫情的政策做这个对比啊，说以色列的这个政策呢是错误的。狗哥看了这个新闻以后啊，也是马上感到脸红。觉得这个中国官员的脑子啊，他是被驴踢了啊！狗哥呢有一个以色列的朋友，所以呢，狗哥就马上给这位朋友发消息啊，表示一个歉意啊。结果呢，人家说无所谓啊，你没必要道歉啊。全世界的这个政府的官员一般来说都很蠢的啊，我们以色列政府的官员呢会更蠢。大多数这个普通的中国人肯定不会像这个官员一样这么想。那狗哥听了以后啊，就更脸红了。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他还真会这么想，也跟这位这个中国驻以色列的临时代办一样啊，会觉得犹太人是忘恩负义。所以呢，狗哥在这儿呢，也特别想对以色列人呢表达一个歉意，甚至呢，这个狗哥呢还想对这个俄罗斯人啊表达一个歉意啊。虽然俄罗斯总理昨天说可能会驱逐已经被这个武汉肺炎病毒感染的外国人啊，这个主要就是中国人了啊。虽然俄罗斯政府的这个表态啊，跟日本政府的做法你对比一下，会发现是天壤之别啊！日本是免费治疗，俄罗斯呢是可能驱逐。但是呢，狗哥认为，即便是要驱逐，那这个呢也是人家俄罗斯政府主权范围内的事儿啊，人家有权这么做，人家没有义务让你这个得病的中国人还留在俄罗斯，还给你治疗啊，人家没有这个义务。你感染了病毒的中国人到了俄罗斯啊，其实呢是给人家增加了风险啊，增加了麻烦，所以呢。狗哥觉得呢有必要啊，也向这个俄罗斯啊表达一个歉意啊，也是这个添麻烦了。自己祖国的政府这个事儿呢没做好，搞出了现在的这个大灾难，祸害全世界啊，怎么着呢？也怪不到这个其他国家的头上，更没有一点理由去这个理直气壮的去指责其他国家。最后呢，狗哥呢还必须对这个台湾、香港的网友们说一句抱歉啊，本来是这个春节期间，但是呢。中国大陆的这场疫情给大家增添了太多的烦恼，特别是这个台湾的朋友。本来这个台湾政府呢要用包机，要尽快把在武汉、把在湖北的这个台湾人接回去，但是呢，中国大陆这边呢又打这个政治牌，结果呢拖延了好几天的时间啊，真的是对不起。另外还有香港的朋友啊，这几天呢，这个香港市民是一直要求香港政府呢要采取一个全面封关的政策，医护人员还发起了罢工。狗哥认为呢，这个要求呢没什么不对啊，完全是正当的啊，因为你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守土有责啊，只有说先保证了自己的安全，你才会有可能去帮助其他地区的人啊，这个呢就是狗哥的理解。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影片啊，狗哥呢主要呢就是想表达一些歉意啊，中国的这场瘟疫啊，这场大灾难真的是给全世界都增加了很大的麻烦，真的是很对不起。狗哥呢还要再强调一下啊，狗哥的这个道歉不代表任何人啊，不代表中国人，也不代表亚洲和韩国的朋友啊，就是狗哥和狗狗我们两个的道歉。好了，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也欢迎大家分享转发狗哥的这个希望对全世界要表达的一个歉意啊，感谢大家，咱明天见，拜拜。